俗话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漫威电影到底有多细。细节一，在电影《复联3》中，当旺达对抗灭霸的手下时，注意看，他额头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。但等灭霸打完响指后，旺达是众多尘埃落定中的一人。然而在1年后上映的终局之战中，漫威并没有忘记这个小细节，所以他额头上的伤疤仍然存在。细节二，在复联1中，当寡姐执行完任务后，其中有几秒钟的场景，特工科尔森正在查看寡姐和鹰眼以前的视频。现在请注意左上角的坐标，你或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不存在或者随机的数字，但如果你在地图上搜索，那么它就会把我们带到非洲的阿比让。现在你仔细看视频中间的淡黄色字体，上面写着阿比让行动。从这也能看出来，就算是如此微小的细节，制片方也不想放过。细节3，在复联4中，当娜塔莎和史蒂夫谈论该如何继续前进时，注意看右下角的椅子上，没错，这正是寡姐在红屋穿的芭蕾舞鞋。细节4，在复联4刚开始，托尼和星云为了打发时间玩起了纸足球，然而当星云得分时，托尼赞扬了他，随后星云露出了微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星云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微笑。说到这里，突然让我想起了托尼，当他第一次穿上马克2飞上天后，这是他在漫威电影中笑得最开心的一次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托尼不是在拯救世界，就是在拯救世界的路上。细节5，在托尼的葬礼上，从未穿过上衣的德拉克斯第一次自觉穿上了黑色马甲，这一点也能表明他对托尼的尊重。细节6，如果你看过复联1，那么就一定知道寡姐和鹰眼有一段历史，两人彼此都很特别。另外，寡姐在美队2中的项链也展示并强调了他们的关系。随后在复联4中，当鹰眼消失并成为浪人的角色时，寡姐再次戴上了弓箭，她对鹰眼的所有情感都可以包含在这条项链里，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寡姐的牺牲可以换到灵魂宝石。细节7，在复联4中，当美队第一次使用雷神之锤时，托尼被灭霸打得一直昏迷不醒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这一幕。随后在最终决战前，当托尼看到美队拿着锤子时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因此一直盯着美队这边。他或许在想自己是不是被灭霸打出了幻觉。细节8，在复联2中，美队穿着的衣服上有星星标志和复仇者标志，然而在内战中他离开了复仇者联盟，所以美队也从战衣上取下了复仇者的标志。另外在他决定放弃盾牌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美队衣服上的星星也不见了。细节9，在美队2中，9头蛇发射的3艘飞船被史蒂夫等人击落，这一事故对周围的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，因此需要花大量时间清理残骸。然而就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彼得一群人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学术比赛时，注意看，在马路旁边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。不得不说，连续性细节漫威做的确实好。细节10，在复联2中，当3巨头正在交谈如何处置心灵宝石时，现在注意看，索尔在辫子上加了一缕洛基的头发。因为复联2发生在雷神2之后，所以雷神当时以为洛基是真的牺牲了。从这也能看出，虽然索尔不信任洛基，但他一直爱着洛基。细节11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布鲁斯班纳的照片被挂在彼得帕克教室里，并与其他著名科学家放一排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在墙壁上看到了一些著名人物的油画，其中一幅正是霍华德·斯塔克。细节12，还记得海拉把无限手套推开的场景吗？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，但却不知道假在哪里。注意看，这是一只右手手套，而灭霸真正的手套是在左手。